这对组合堪称全球最强空中突袭组合，能直接击穿美军的航母防御体系，对美国的核航母发起致命突袭。一旦被它锁定无论是美军的 F-22、F-35隐身战机，还是 B-21幽灵轰炸机，都无法逃脱，只能被击落。你敢想，就在咱们中国第4代歼36原型机刚刚在蓝天上完成试飞，刷爆全球军事圈的时候另一架国之重器直接接棒登场，空警3000预警机横空出世，一举创下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。它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唯一一款还在研发且进度最快的第3代预警机。说出来可能有人觉得夸张，但我今天必须把话撂这儿。美军花了几十亿美金砸出来的17预警机凉了，俄军耗了18年心心念念的 A100预警机黄了，全世界就剩下咱们中国拿着空警3000在第3代预警机的赛道上疯狂领跑，一眼望去没有对手。灵魂拷问，你们知道预警机有多重要吗？先帮大家快速 get 重点。以前有个军迷问我，预警机不就是个会飞的雷达，能有多牛？我告诉他你要是把预警机当成普通雷达，那相当于把满汉全席当成了泡面，看似都能吃饱，但差距能从地球甩到月球。更有意思的是美军以前总嘲讽其他国家没有预警机，空战就是个瞎子。结果呢，自己研发E7的时候闹出来的笑话能笑到人的大牙。一开始拍着胸脯跟美国国会保证，单机造价不超过5亿美元。结果呢，第一批2架原型机造出来，账单一出来直接傻了，36亿美金，平均一架18亿，相当于一架E7就能买咱们3架歼20，能买10架俄军的苏35。国会老爷们气得跳脚，直接吐槽这哪是预警机呢，这是吞金兽转世。最后没办法，只能草草叫停，连量产的勇气都没有，堪称花钱买教训的典范。早在2000多年前的《孙子兵法》就已经把预警机的核心作用给说透了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放到现代空战里预警机就是那个能让我们知己知彼的超级斥候，是整个空战体系的大脑。没有它，再厉害的战斗机也只是没有方向的孤狼，再先进的导弹也只是打不准的废铁。同志们，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，既然预警机这么重要，为什么美军俄军这么厉害的国家研发第3代预警机都会失败呢？咱们中国的空警3000又凭什么呢领跑全球，成为 T0级的第3代预警机？美金30亿，折戟意气寒；18春秋苦，俄鸡梦已残。金堆无实用，计着难成欢。唯有东方见，铮铮奥羽还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首先咱们搞清楚一个核心的问题，什么是第3代预警机？简单来说第1代预警机就是雷达装在飞机上，只能简单探测空中的目标，相当于会飞的望远镜。第2代预警机搭载了相控阵雷达，能同时探测多个目标，还能引导战斗机作战，相当于会飞的指挥台。而第3代预警机呢，就是在第2代的基础上实现了全数字化、反隐身体系化，既能轻松拿捏发现隐身战机，又能跟地面上、海上、空中所有的装备无缝协同，相当于会飞的超级大脑。而目前全世界能搞定这块技术只有咱们中国。那么美军、俄军研发的第3代预警机到底栽在了哪？这也是咱们空警3000能脱颖而出的关键。因为别人搞不定的难题咱们搞定，别人迈不过去的坎儿咱们都迈过去。第一个痛点也是最致命的痛点，技术难度太高，根本啃不动。咱们先看俄军的 A100预警机，这款预警机俄军从2004年就开始研发，整整折腾了18年，中间多次试飞，多次延期。原本寄希望于它取代老旧的 A50系列预警机，实现对美军中国预警机的技术追赶。结果到最后还是被迫中途叫停，成了一个烂尾工程。有人可能会说俄军的军工实力不是很强吗？苏5系隐身战机、S500防空系统不都是很厉害的装备吗？怎么连一款预警机都搞不定呢？其实这正是俄军的致命短板，电子工业太落后。A100预警机最核心的部件是它的雷达系统，准确的说
是雷达所需的 TR 组件，这相当于预警机的眼睛。而俄罗斯呢，直到现在都无法自主稳定生产出符合军工标准的有源相控阵 TR 组件，更别提性能、可靠性、散热等技术指标全面达标的产品。更惨的是，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，2022年乌东战争爆发以后，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的技术封锁，高端芯片跟电子元器件彻底断供，直接断绝了俄罗斯走捷径、引进技术、购买零件的路。使得 A100 预警机成了有平台无核心的废铁，机身用的是伊尔476平台，还算先进，但核心的雷达系统始终无法突破，就像一个壮汉空有一身肌肉却没有眼睛，连敌人在哪都看不到，谈何作战？除此之外，俄军的发动机技术也是一个大短板。A100 预警机的机体比之前的 A50更长，对发动机的驱动力、稳定性要求更高，但俄罗斯无论是小型喷气发动机还是大型军用运输能力的动力装置，技术都比较落后，始终无法突破瓶颈，直接导致 A100 的试飞进度一拖再拖，就算勉强试飞也无法达到设计指标。痛点2，军费不足，无力支撑。乌东战争爆发以后俄军陷入了长期的消耗战，军费大多都投入到战场补给、武器量产上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继续支撑 A100 这种烧钱大户的研发。要知道一款第3代预警机的研发，动辄需要几十上百亿美金，而且研发周期长，风险高，就算投入了大量资金也不一定能成功。俄军原本就面临经济压力，再加上战争的消耗，只能忍痛割爱，叫停了 A100 的研发项目。现在呢，俄军空天项目中只剩下6架尚且能运行的 A50U 改进型的预警机，而且这6架还是冷战时期的老装备，搭载的还是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。信息化跟多目标处理能力远远落后于中美主流的预警机系统。在乌东战场上，俄军多次出现对地打击、战术防空信息滞后、预警缺失的状态，根源就是预警机平台的数量稀缺、性能不足。如果 A100 能成功研发，俄军也不会陷入这样的被动局面。可惜没有如果。说完俄军，咱们再看美军的E7预警机。这款预警机的失败比俄军更离谱，堪称花钱买尴尬。美军研发E7原本是为了取代老旧的E3预警机，打造一款低成本、高性能第3代预警机。一开始预警机单机造价5亿美元，结果没想到研发过程中成本一路高歌猛进，直接失控。根据美国媒体报道，E7预警机单机成本从早期预估的5亿多美元，一路飙升到13亿美元，涨幅高达160%。研发进度也比原计划延迟了至少9个月。更夸张的是，第一批2架原型机总造价竟然突破了36亿美金，平均一架18亿美金。这个价格就算是财大气粗的美军也扛不住。咱们算笔账，美军目前大约有30架 E3预警机，如果全部用E7取代，按照单机18亿美金预算，仅仅采购费用就需要540亿美元。这还不算研发、维护费用、人员培训费，而且就算量产以后摊薄研发成本，E7的单机价格也至少在7亿美元以上。这个价格不仅美军无法批量服役，出口也找不到买家。北约的荷兰、德国等国家原本计划采购E7，结果呢，一看这个价格，直接取消了采购计划。就连已经有4架E7使用经验的韩国，也宁愿选择其他国家的预警机，放弃了继续采购E7的想法。可见这款预警机有多不招人待见。如果说成本失控是E7失败的直接原因，那么技术滞后就是E7失败的根本原因。E7预警机是基于波音737机体平台改造的，配备的是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的多功能电子扫描阵列雷达。但这款雷达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它采用前后双天线布局，有明显的探测盲区，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360度全域覆盖，跟现代战场全方位预警能力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。更关键的是，E7预警机体型太大，速度太慢，而且不具备隐身能力，在现代空战中根本没有生存能力。咱们都知道，现在的空导弹，比如咱们中国的霹雳15、霹雳17，射程动辄几百公里，速度超过5马赫。E7这种不能隐身、速度慢的大型平台，一旦被发现，就相当于一个活靶子，根本无法躲避导弹的打击。美军自己也承认，E7预警机在面对现代高端空战环境的时候，生存率几乎为0。一款价格昂贵、技术落后、生存能力极差的预警机，
就算研发成功，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所以美军最后只能无奈放弃一期的研发项目，继续使用老旧的E3预警机，勉强支撑场面。看到这儿，家人们应该能明白了，研发第3代预警机有多难。它不仅需要强大的电子工业、航空工业能力，还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而美军跟俄军恰恰就在这些方面出现了致命的短板。这就是第3代预警机普遍研发的痛点，要么技术不足，啃不动核心难题，要么资金不足，支撑不起研发消耗，要么两者都有，最后只能草草收场。而就在全世界陷入第3代预警机研发困境的时候，咱们中国异军突起，空警3000横空出世，直接打破了这个僵局，成为了全球唯一在研的第3代预警机。这不是运气而是实力，是中国军工几十年深耕细作、厚积薄发的结果。接下来就是咱们今天的重点，也是解决方案。空警3000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，能搞定美军、俄军都搞不定的难题，能成为全球唯一的 T0级第3代预警机？咱们分3点详细介绍。第一点，也是最核心的一点，空警3000首次搭载了全球最先进的数字阵列雷达，彻底解决了看得远、看得清、抗干扰的难题。很多家人可能不知道，数字阵列雷达跟传统的相控阵雷达有什么区别呢？咱们用一个简单的类比，大家就明白了。传统的相控阵雷达就像是咱们以前用的手动调台收音机，只能一个一个的搜索频道，而且容易受到干扰，信号不稳定。而数字阵列雷达就像是咱们现在用的智能手机，能同时搜索多个频道，还能自动过滤干扰信号，精准锁定目标，速度快，效率高，稳定性强。从技术层面来说，传统相控阵雷达采用的是模拟波束形成技术，靠模拟器来调整波束方向，不仅体积大、集成度低，而且抗干扰能力弱，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很容易失去作用。而数字阵列雷达采用的是全数字化波束形成技术，靠数字采样跟数字处理器来调整波束方向，实现了收发波束均以数字方式实现，集成度更高，体型更小，重量更轻，而且抗干扰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。咱们举个例子，在现代空战中敌人往往会释放大量的电磁干扰，试图让我们的雷达失明，无法发现他们的目标。如果是美军的 E7， 俄军的 A50U， 遇到这种情况，雷达很可能会失去作用，陷入被动。而空警3000的数字阵列雷达，就算在这种复杂的电磁干扰下，也能轻松过滤干扰信号，精准锁定敌方的战斗机、导弹、预警机等各类目标，哪怕是敌方的隐身战机，也无法逃脱它的眼睛。这就是代差的实力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空警3000的数字阵列雷达采用的是氮化镓 T2 组件，这种组件的功率密度、散热能力、可靠性都比传统的砷化镓组件实现了指数级的提升。而且空警3000并没有沿用空警2000的3面固定阵列雷达设计，而是采用了一套大型旋转式有源相控阵雷达。这种设计虽然在瞬时刷新率上比3面阵列略有牺牲，但却能凭借更大的正面、更高的总功率，换取更远的探测距离、更强的反隐身能力。根据公开资料推测，空警3000单个雷达正面的长度可能达到15米级别，远超空警2000的8米多。就算雷达罩直径变化不大，内部有效阵列面积的暴涨，也意味着它对常规空中目标的最大探测距离有望甚至直接突破1000公里。这个距离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从北京能直接看到上海的空中目标，比美军 E3 预警机的探测距离整整提升了1倍多，更别说现役的，比俄军的 A50 的探测距离提升了近3倍。第二点，强大的反隐身能力，堪称隐身战机的克星。对 F-22、F-35 的探测距离超过400公里。家人们，咱们都知道美军的 F-22、F-35 隐身战机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隐身战机，靠着强大的隐身性能，美军一直宣称没有任何雷达能在100公里之外发现它们。也正是靠着这种优势美军的隐身战机在全球范围内横行霸道，肆无忌惮。但现在在空警3000的出现，直接打破了美军这种隐身神话。空警3000的数字阵列雷达结合旋转式大正面设计，再加上专门针对隐身目标优化双 S 波段或 S+UHF 的融合方案，
对隐身目标的探测能力达到了全球顶尖水平，对 F-22、F-35这类隐身战机的有效探测距离超过400公里。就算是美军最先进的 B-21隐身轰炸机，也能在300公里之外被空警3000精准锁定。咱们算笔账 ，F-22隐身战机的作战半径大约是1500公里，空导弹的射程大约是150公里，而空警3000能在400公里外就发现 F-22。这意味着，当 F-22还在千里之外，准备发起突袭的时候，空警3000就已经发现了它，并且能立即引导咱们的歼20、歼36、歼16等战机提前做好准备，在 F-22的导弹射程之外就将它击落。这就是先发现、先锁定、先打击的优势，也是空警3000最恐怖的地方。以前美军总靠着 F-22、F-35的隐身性能，在空战中占绝对优势，认为隐身战机无敌。但现在呢，空警3000的出现，直接让美军的隐身战机失去了最核心的优势，变得无处遁形。就像《孙子兵法》里说：“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。”空警3000就是那个能让敌人藏不住的利器，也是那个能让我们攻得准的底气。第3点，全面化的数据链侦察体系实现了空地海无缝协同，堪称空战体系的超级大脑。同志们，现代战争早已不是单打独斗，而是体系作战。印巴57空战就是最好的实战，靠的是情报共享。而空警3000就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枢纽，是连接海陆空所有装备的桥梁。空警3000搭载了全球最先进的综合数据链系统，能与咱们中国的战斗机歼20、歼35、歼36、歼16、歼15等侦察机、地面防空雷达、海上舰载雷达、防空导弹系统等实现全方面协同，情报共享，没有任何的信息壁垒。简单来说空警3000看到的目标，咱们的战斗机防空导弹也能立即看到；咱们的战斗机雷达发现的敌情，空警3000也能立即被接收，并且快速分析、判断、下达作战指令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空警3000的最佳搭档，并不是咱们现已服役的歼20、歼35 5代机，而是正在试飞的歼36、歼50 6代机。这意味着空警3000不仅能适配现在的空战体系，还能支撑未来的6代机作战，提前布局未来的空战格局。这在西方看来是啥？这简直就是三体人来袭。这就是咱们中国军工的远见。咱们重点说说空警3000跟歼36协同作战能力，这对组合堪称全球最强空中突袭组合，能直接击穿美军的航母防御体系，对美国的核航母发起致命突袭。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歼36 6代机是咱们中国正在研发的一款隐身战斗机，它的最远航程超过6000公里，作战半径超过3000公里。这个作战半径是个啥概念？相当于从中国本土起飞，能直接覆盖整个西太平洋，能轻松抵达美军在关岛、夏威夷的军事基地，甚至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。而且歼36的腹部隐身弹舱长度比歼20大得多，能直接容纳多枚霹雳17空导弹，不需要外挂，完全不影响隐身性能。要知道霹雳17空导弹是咱们中国最先进的远程空导弹，最大射程超过400公里，速度超过5马赫。一旦被它锁定无论是美军的 F-22、F-35隐身战机，还是 B-21幽灵轰炸机，都无法逃脱，只能被击落。当空警3000跟歼36协同作战的时候，整个流程是这样。首先空警3000凭借1000公里的常规探测距离，提前锁定美军航母的位置、航向、速度，以及航母编队的护航战机、防空导弹系统等所有目标。然后呢，空警3000通过数据链将这些情报实时传输给歼36。接着呢，歼36从3000公里以外的机场起飞，凭借自身的隐身性能，一路低空突防，避开美军的护航战机跟防空导弹系统。最后在空警3000的引导下，歼36在美军航母的防御半径之外发射霹雳17空导弹，直接打击美军航母的甲板、指挥中心等关键部位，对美军核航母发起致命突袭。同志们，你们想想，美军的航母编队防御半径大约是500公里，护航战机的作战半径大约是1000公里，而歼36作战半径是3000公里，霹雳17的射程是400公里。这意味着歼36根本不需要靠近美军航母就能对它发起打击，
而美军的护航战机根本无法抵达歼36的起飞位置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航母被打击，却无能为力。更可怕的是，在空警3000的支持下，美军的任何战斗机都没法挡得住歼36的突袭，因为空警3000能在400公里以外发现美军的护航战机，并且提前引导歼36避开美军的护航战机，或者在美军的护航战机抵达以前就将他们斩杀。可以说只要有空警3000跟歼36的组合，美军的任何航母编队都将成为活靶子，美军的海上霸权也将被彻底打破。家人们，今天的内容讲到最后无需多余的铺垫，一句话就能道尽这份震撼与自豪。美军耗36亿美金折戟一期，俄军苦煞18年烂尾 A100， 全球第3代预警机研发赛道上，唯有中国空警3000凭一己之力撑起整个赛道的天花板。数字阵列雷达破电磁干扰，400公里反隐身锁死 F-22，与歼36联动能直接破美军的航母防线。这不是简单的装备领先，更是中美空战体系的彻底逆转代差，是中国从空战追随者到全球引领者的硬核宣言。别忘了，这一切从不是运气加持，是中国军工几十年深工细作的厚积薄发，是一代代科研人员呕心沥血的坚守，更是《道德经》中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的最好诠释。从前我们羡慕别人的国之重器，如今呢，我们自己就拥有全球唯一的 T0级预警机。从前我们被动防御，如今我们能凭实力掌控空战主动权。空警3000的每一次升空都是中国重回世界之巅的坚定步伐。我是大周，下期再见。